然而，有些神奇强者却是没有那么幸运，被这些巨浪击中后，凶猛地撕裂了他们的所有防御，无情地吞噬着一切。他们在这巨浪的冲击下，瞬间意识萎靡下来，身形摇摇欲坠，口中鲜血狂喷，犹如断线的风筝，无力地坠落在水球的表面，溅起一朵朵水花。水球之中，生灵涂炭，哀嚎连连。强者们的神情中透露出一抹惊恐，面对这无法抗拒的力量，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与无力。水球内的场景宛如末日降临，让人心生寒意。在这绝境之中，这些强者们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屈。而身为半道神中最强的阴阳殿殿主，他自然知晓，目前唯有团结一心，才有可能抵御这万丈的巨浪。诸位不要慌，想要解决眼前的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暂时联手将这一关解决了。至于谁能够夺得其中的宝物，就看自身的实力如何。一道洪亮的声音从阴阳殿殿主的口中传了出来，而场中的那些半道神强者也只能默认了阴阳殿殿主的这个办法。如果他们不联手的话，的确眼前的这一道道恐怖的万丈巨浪就能够让他们灰飞烟灭。这就是神藏的恐怖之处，所以想要从神藏中获得外界没有的宝物，那么就需要承受同等的危险。而只要谁能够成功抵御了这些万丈巨浪的吞噬，就有机会进入水球的深处，获得那所谓的宝物。当然，这里的巨浪虽然强大，但在萧炎、灵动、沐尘以及那一位大道初期主神的大能者面前，还是起不到任何的危险。毕竟半道神与大道主神差距就如同知道万丈巨浪的100倍、1000倍。所以，当这些万丈巨浪拍过来的时候，他们只是催动玄妙的大道之法，就能够轻易的抵挡住这些巨浪的冲击。当然，邱福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他身为高阶半道神的散修者，刚刚要不是萧炎他们出手帮助，恐怕早已经重伤了。刚刚多谢了，萧炎兄、灵动兄、沐尘兄，我邱福又欠你们一条命。若日后有需要，我必然上刀山下火海，也岂不容辞。萧炎三人却是摆了摆手，道：“不必谢我们，我们这次出手也算是感谢你给我们异毒势力提供的一些信息。若以后再遇见，我们可能也会是竞争的对手。”其实萧炎他们也是提醒着邱福，这几次出手并非刻意救他，而是从邱福的身上看到了他们自己来时的路。即便今日他们的成就已经很高位，但是人情世故他们还是懂得。邱福也是一脸郑重的点点头，回答道：“不过你们救我的这件事情，我会一直记在心中。那么就就此告别吧，日后相见就是争夺者的身份了。”萧炎他们对着邱福抛下最后一句话后，其3道身影化作急速的流光，冲入了那万丈巨浪之中，但并没有被巨浪吞噬，而是直接冲破巨浪的冲击力，进入到了其中，留下一脸面无表情的邱福。他望着萧炎他们消失的方向，眼中散发出无比坚毅的目光。萧炎兄、灵动兄、沐尘兄，我相信自己也能够达到像你们这样的高度。于是他们开始尝试着凝聚彼此的力量，寻找生存的希望。在这片混乱与绝望的海洋中，他们展开了一场与自然的搏斗，是要在这水球的深处找到生存之道。随着萧炎、灵动、沐尘3道身影的消失，场中寂静无声。紧接着，以阴阳殿殿主为首，其余半道神强者眼神坚定，纷纷运转体内的半道神力。一瞬间，空气中弥漫着紧张而凝重的气息，巨大的防御屏障浮现而出，仿佛连空间都在这一刻都被凝固了几分。忽然，那万丈巨浪如同怒吼的巨兽，携带着摧毁一切的威势呼啸而来。轰轰轰，万丈巨浪撞击在他们所联手凝聚出来的防御屏障上，声势震天，浪花四溅，形成一片白茫茫的世界。然而这一次，他们这些半道神强者们身形稳固如山，他们手中的半道神力不断地化作一道道强悍的光幕，宛如坚不可摧的城墙，硬生生地将那似乎能吞噬一切的巨浪抵挡下来。一时间，无数道巨浪如同狂暴的海神之怒，一次次冲撞吞噬，却始终无法突破这由半道神强者们组成的防御。他们的脸上从最初的凝重逐渐转为轻松，直至露出释然的笑容。即便是面对天地间的无尽狂澜，他们也找到了立足之地。最终，那些原本凶猛无比的巨浪在一次次的冲击后渐渐平息，化作一滴滴水珠滴落在海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半道神强者们站在这片静谧的水迹之中，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忽然，还在现场的那位大道主神的目光无意间锁定了邱福，他的瞳孔猛地收缩，仿佛在邱福身后窥见了不可思议之物。他的惊讶太过强烈，以至于连眼珠子都几欲脱眶而出。就在这位大道主神分心的刹那，一股巨大的水浪如海啸般席卷而来，毫不留情地将他吞没。但大道主神的实力终究非同凡响，他很快挣扎着摆脱了水浪的束缚，重新露出水面，那惊恐的神情却依旧挂在脸上，凝望着邱福身后。而邱福也看到了那位大道主神看向自己身后的那双惊恐表情，他也很快意识到了自己身后必然出现了什么恐怖之物，其心脏在胸腔内狂跳，
他的直觉从未如此强烈过，自己的背后似乎存在着非常之恐怖的东西。呼！邱福深吸了一口气，先让自己冷静下来，将体内半道神力汇聚于掌心，瞬间膨胀成一团璀璨的光球。猛地一个转身，神色一凝，手中的半道神力如同一颗坠星，急速向自己身后的水域施展而去。轰隆！半道神力在水域上炸开，激起千层巨浪，仿佛要将天空也撕裂。浪花飞溅，但除了被半道神力激荡的波纹，周围空无一物。邱福紧皱的眉头未松，心中的不安愈发强烈。什么也没有啊！邱福喃喃自语，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他环顾四周，只见水面恢复平静，但那种被窥视的感觉却依旧如影随形。大道主神的脸上惊恐之情尚未完全褪去，周围的一切恢复了平静，只有轻微的水波在荡漾，仿佛刚才的惊天动地只是一场错觉。但似乎邱福的那道攻击之后，他们之间的气氛变得更加诡异而紧张。由于邱福这边的动静太大，使得阴阳殿殿主和众半道神强者也纷纷转头过来，他们的眉头紧锁，似乎也看到了邱福身后的那一个恐怖之物一般。众人的脸上写满了恐惧，他们瞪大了眼睛，嘴巴微张，却发不出一丝声音。邱福站在原地，他的目光四处搜寻，试图找出众人惊恐的源头。然而，除了那些周围微微波动的水域之外，他什么也没有发现。而他的手指微微弯曲，就在此刻，一道特殊的神之光划破了这片水域的宁静。它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现场的所有人都无法逃避，即便是那位大道主神也一样如此。这道神之光不同于日光的炽热，也不似月光的清冷，而是一种超自然的光华。它没有温度，却让人感到一种刺骨的寒意。它并不耀眼，却能穿透一切阻碍，直达任何深处。众强者在这道神之光的映照下，看到了自己神魂深处的恐惧，那些平日里压抑在心底的阴影，在这一刻无处遁形。神之光犹如利剑穿云，最后直击水域之中，激起了一阵巨大的涟漪。众强者在这道神之光的映照下，显得更加惶恐不安，他们的身影在摇曳的灯火中扭曲颤抖，仿佛随时都会消散。邱福也感到一阵心悸，他能清楚地感受到，这股力量并非人他们所能抗衡。一股让他们体内神力无处遁形的力量开始在空气中蔓延，众强者想要逃离此处，可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束缚，根本动弹不得。那位大道主神全力运转自身的大道之法，可是却依旧未能成功突破这道力量的包围，而他们体内的神力却被硬生生地吸收殆尽。阴阳殿殿主的嘴唇微微颤抖，他的手指指着邱福，却再也发不出声音。是你。那位大道主神终于明白，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变故，而是蓄谋已久的一场动机。很快，那位大道主神的大道神力也被这道神之光硬生生吞噬，他的道体瞬间枯萎，道心瞬间破碎。这一刻，大道主神瞬间当场毙命，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能够让一位大道初期主神一瞬间毙命的，那么出手者的实力恐怕早已经达到了极其恐怖的境界。很快，现场所有剩下的半道神强者，包括邱福在内，全部被那道神之光吞噬而尽，无一幸免。不过在那位大道主神和阴阳殿殿主临死前，也发现了让他们恐惧之物的真相，只不过这个真相的发现也永远的被埋没在了这里，没有人知道。与此同时，水球的深处，这里波澜不惊的水面下隐藏着未知的神秘与危险。在这一片深蓝之中，三道身影不断地朝着下方潜入，萧炎他们的行动也变得谨慎而缓慢，他们都能够感受到水球深处潜藏的未知力量以及所带来的深深压迫感。好强大的压力，如此压力恐怕应该与那水魔影有关。灵动的目光看向那几乎望不到水球最深处的地方，但他们身上的压力也是越发的沉重。这水魔影排名绝世神器第10，究竟拥有何等力量，居然让我们都感到一些压力？牧尘此刻也对这水魔影感到了好奇。他们虽然见过绝世神器前10的存在，但是这水魔影的能量也并非与他们所见过的绝世神器要小，甚至他们还觉得这水魔影的威力更特别。不管这水魔影有多么特别，我们必须抢在异毒势力得手前拿下，至少可以对我们在接下来的神藏探索中多一分战力。虽然他们目前应对一些大道巅峰主神的存在也有着抗衡之力，但神藏中还有着实力远超大道巅峰主神的存在，所以他们还是要多注意谨慎一些。